感谢赛文的充电 ，AIM 的充电，刀锋的充电，还有右边粉丝充电，非常感谢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单挑局啊，这个地图呢是乡村1v1，对吧？房主开的啊，房主呢他在上面观战。好像进来了2、3个人了，然后房主就观战，让我跟他玩。第一盘呢，我是跟这个人玩的，第二盘房主就来了，然后我们开局先造狗跑开地图。这个乡村呢比较穷啊，也是一个比赛地图，对吧？想当年我们号称村霸、乡村小王子啊，然后开局呢先把地图跑开，哎呦。这个人感觉好像也是来打房主的，结果房主在上面观战，感觉这个人玩的还可以啊。开局就守住我的地图，让我跑不开他家的视野啊！哎，咬死他！你还想守住我的地图啊？然后把地图跑开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出重工造牛啊。这个地图呢比较穷，没有油田，没有彩色矿，基本上呢都是要先造4、5个牛啊，最少我感觉都要造4个牛，4个牛或者5个牛就够了，最多5个牛，造6个牛呢就感觉有一点多了。我们重工里面呢就准备出5个牛，先造个蜘蛛啊，造个蜘蛛，等一下他要拖基地发展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钻一下他的基地啊。哎，先把蜘蛛停在这里，看看能不能偏地堡。他没有放地堡的，我们就停在那里，等一下好钻他的基地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拖基地啊。这个地图呢，最好不要延伸。延伸的话呢，会比较穷啊，因为你现在造电厂啊都没钱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基地现在什么都造不出来，干脆的拖动一下呢，让它钻。反正我有维修厂，钻了以后呢，我们就修一下啊。哎，你钻了我就修一下。然后我的蜘蛛呢，好像被他整死了。当时没有操作那个蜘蛛啊，那个蜘蛛好像被他的狗来吸引了一下，靠近那个房子，他那个房子里面进了兵啊，把我的蜘蛛给整死了。然后我们赶快把基地打开，哎，把基地打开，出个矿场，他也把基地打开了。但是我感觉没有钻到他，好像我的发展呢稍微慢了个几秒钟啊，但是呢影响不是特别大。现在我本来想再造个蜘蛛去钻它了，但是没用，他出了维修厂，我看到他出了个维修厂呢，算了，我就不造蜘蛛了，感觉钻了他也顶多就是修一下。然后我们赶快拖牛车到那边去采矿啊，这个乡村这个地图啊，所有的牛车不要窝在一起采矿啊，窝在一起采矿呢，那样采矿效率比较差，经济反而不好啊。一片矿区呢，一般就是3到4个牛就足够了啊，不要全部挤着一块采矿，挤着一块采矿你就反而会卡钱。然后我们造到八牛以后呢，现在8个牛了，左边4个牛，右边4个牛，8个牛以后呢，就准备造重工。这个地图呢，可以直接造到5重啊，或者6重，造到5个重工、6个重工，直接把基地卖掉，然后快攻打他啊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坦克呢路径到中间，感觉这个人呢玩的还可以啊。这个人呢看到房主开的一个乡村1v1，他也是进来打房主的，结果房主在上面观战，感觉这个人玩的还可以，发展的跟我差不了多少。你看到没有？坦克数量也差不多，重工也差不多，他现在也是8牛3重啊，感觉发展差不多。我感觉造5、6重工打他比较冒险了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准备呢3重以后出高科技，准备造铁幕啊。造高科技之前呢，先在中间甩一个兵营，准备造几个辐射兵啊，卡住这个路口。你看他造到4重了，对吧？他造到4重以后，我是3重以后出高科技啊，他是4重，有可能他造5重，也有可能4重以后他也出高科技啊。然后我们出一个高科技，准备造铁幕，再出一个基洛夫，让他花钱呢造防空啊。然后这个对手呢看到我的铁幕要比他快，对吧？他就兵分两路，我们前面给他压力，把他勾引回来，然后赶快出个核电厂，把小电厂卖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坦克没他多啊，因为呢我是3重出铁幕，他是4重出铁幕啊。这样的话呢，他的坦克要多一点，铁幕要比我慢一点了。我铁幕比他快，但是我的坦克比较少啊，比较少以后呢，他就分兵，你看到没有？上面分一路，下面分一路，我们赶快上面掐住他的头，哎，他上面没注意被我掐住头了，对吧？然后他下面又来一路，我们坦克赶快去左边了，去左边守住他，然后铁幕先出来，再造一重工，然后我们造那个基洛夫呢，走中间杀过去，他要操作那个防空打我基洛夫啊，哎，让他先造个7、8个防空，延缓他进攻的节奏啊。反正我铁幕比他快，他铁幕还没有出来。
然后这个人就很着急，对吧？要走这边打我，我在这边呢也出一点辐射，在那个牛群那个地方出一点辐射，反正我有辐射兵。然后他又开始兵分两路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先把他下面的坦克赶走，上面又来力路，对吧？上面来力路先不用管，他还在那个右上角还没有过来啊。我们先把这边赶走，赶走以后呢，然后把基地卖掉。我现在有5个重工了，5个重工就没必要有基地了，把基地卖掉，这边卡住他，然后中间又打过来，中间打过来用辐射蹲一下，上面也打过来，上面打过来，我们上面有坦克，用辐射拦住。这个时候呢，他造了个铁幕啊，但是他的铁幕比我慢太多，的话。他等一下铁幕没我快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一直跟我打这个换家战术啊，他一直上面分一路，下面分一路。我感觉我这个铁幕坦克追不到他，我们就造一点蜘蛛啊。等一下铁幕呢可以用在蜘蛛上面，我用蜘蛛防守，然后坦克就走右上角打到他家里去。现在铁幕好了，直接给的蜘蛛上面，黑蜘蛛把他坦克一钻，这个对手直接投降了。他一投降以后呢，然后我又进了房主的房间，房主呢开了房间以后，那个人就不来了，那个人就直接跑了以后呢，房主就跟我玩了。这个房主上面观战了一盘，觉得我打的还可以，以后呢他就跟我玩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一盘呢，在这个下面了，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，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因为那个地方采矿是顺着采的。你拖基地，我这个蜘蛛勾引一下，把它钻了以后让它回去维修啊，他也钻我们也维修一下呢，就是延缓它这个发展速度啊。然后再把基地打开以后再出个矿场，然后我们控制这个牛就近采矿。这个地图你一定要手动操作下这个牛啊，这是小细节啊！你不操作下这个牛呢，这个牛采的矿啊，它就会走得很远的地方去采矿，那样呢你就会比较卡钱了。这个牛它到了矿要就近采矿，采矿效率就比较高，对吧？我这个位置呢是顺着采，他那个位置采矿是倒着采的，所以说只要我手动控制牛，我这个发展呢就会比他快一丢丢啊，但是也快不了多少，估计呢也就是快个5到10秒钟。然后再控制牛车交一车矿，对吧？然后再控制这个牛交一车矿，我们还是采用上一把的战术啊，还是3重以后出铁幕。也可以造5重啊。其实我觉得造5重的话，如果对手稍微会晚一点，你5个重工卖基地打他不一定打得死啊，还是出铁幕保险一点。你看这个人发展速度跟我一样，他也是8牛2重，我也是8牛2重，感觉这个房主玩的也不赖啊。上一把是另外一个人，这把是房主，感觉这个房主发展跟我一样快，你看到没有？也是8牛2重4个坦克，然后我们再造1重呢，就3重了，3重以后直接出铁幕，先造个雷达，他也3重了，他比我慢那个3到5秒钟了，他第3个重工出的稍微慢一点。我们就拉扯一下，然后出个雷达，再造个兵营，造辐射啊！一定要在前面呢出个兵营，你不出个兵营呢，卡住这个路口造辐射卡住，等一下他直接杀过来，我就不好整了，因为我当时等一下要造铁幕，手里没地堡啊，现在再卡个地堡，2个辐射先把他赶走，赶走以后，这个人爆了4重啊！这个人跟上一把那个人的打法一样，他爆了4重，他没出铁幕吗？他直接爆了4重，有可能爆5重工啊！等一下造了5重工，他有可能卖基地，我们赶快造个铁幕。现在我3重的坦克没他多，只能躲到辐射后面了，用辐射防守。然后我们再造个基洛夫，跟上一把一样啊，造个基洛夫，让他花钱造一点防空车。大电厂一出来就把小电厂卖掉，然后我们造了铁幕以后呢，也准备造几个重工啊。这个人造了5重，5重出坦克出的比较快，他坦克一旦多了，他就开始分兵了。你看，又是跟上一把那个人一样啊，开始分兵以后呢，我们也准备兵分2路防守，也分4个坦克到下面，然后他用1个坦克吸引我地堡的伤害，想咬我的辐射啊，想用那个蜘蛛咬我辐射。这边来了5个坦克，我们也派5个坦克过去，先把他赶走啊。然后基洛夫呢，先停在这个水面，停在这个水面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对吧？等一下他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基洛夫再上啊。你不造铁幕，他造了5重，造了5个重工呢，要打一波啊。所以说我们只要守住这一波就行了。你看他又用坦克吸引，想用蜘蛛破我的辐射，只要我有辐射兵蹲在这个路口，他是进不来的。有些粉丝经常说，你们这些高手为什么老是喜欢用伊拉克呢？因为伊拉克有辐射兵，这辐射兵可以阻挡千军万马，
哎，你冲不冲？你不冲的话，我的铁幕1分1秒的走，然后辐射提前蹲下来，辐射提前蹲下来，不要让他冲过来。哎，我有辐射，有辐射他就不好冲啊。然后我们招一点蜘蛛，坦克就不要过去了，因为我坦克已经没他多了，他的坦克明显比我多1倍了。我现在就这肉眼看上去20个坦克，他估计有30-40个坦克。哎，我用辐射加蜘蛛，然后他要冲了，辐射一做，铁幕呢继续给的蜘蛛，用蜘蛛钻他，不要给坦克，用黑蜘蛛钻他的坦克。你看他的坦克被辐射烫了一下，又被我黑蜘蛛钻了一下，坦克全部死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等他冲到下面来，我坦克再迎上去，这样他坦克全部没了，直接受不了投降了。